欢迎收看第11377期北京不静音。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啊，上一期节目讲郭文贵的其实没有做完。我说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正好有一群的挪威球迷特别的开心欢呼自己的球队晋级了，特别吵，就把我给打断了。因为我做节目呢是从头到尾一镜录到底的。那我当时在想要不要再重新录一遍？其实我当时已经录了几十遍了。就是因为不停的被打断我实在有点烦了，我不想录了，因为其实就差一点没说完，有一个尾巴。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把郭文贵这个事情和法轮功做一个类比，因为海外的反共圈之前对于郭文贵的这种背书这个逻辑其实和吹捧法轮功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呢是现在郭文贵倒了，所以他们跟郭文贵赶紧做切割，踩上一脚。等哪一天法轮功倒了，他们这些人的做法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中，他们借助法轮功，借助郭文贵去获取流量就是帮助他们背书其实呢也起到了这个助纣为虐的这个效果，对吧？让很多人相信郭文贵，相信法轮功，然后被骗。那么这些人这些所谓的反共的这些大 V， 他们有没有责任呢？他们不会向大家去道歉的。这是这些天我观察令我非常失望的一点。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录一遍这个节目？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到有点悲凉，就是我所在的那个现场非常的欢乐世界杯期间，全球都处于一种像一个大节日一样的各国球迷都在享受这个球赛，享受这个生活，这些美好。结果呢，我还要在那里做节目，去讲这个海外华语世界像郭文贵这么一个大诈骗犯，还要去分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海外华人会去被郭文贵去骗虽然大家很多人的初心是为了把民主自由带到中国去，然后我还要做节目去讲发生在中国的这些垃圾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真的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当然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还是这样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也是很令人悲伤的事情前天7月2号，就在世界杯的这个举办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有一位生活在美国的藏人叫洛桑巴登，他呢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外面自焚了。那现在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藏人组织都把他的这一个行动和前一天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国的一部法律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联系在一起。包括他的一些遗书我们也看了你并不能完全说就是因为这部法在7月1日实施，所以他选择第二天去自焚，就是抗议这个法律。但是呢，也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关联的我们今天想用这期节目把这个法究竟怎么回事给大家分析清楚，以及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洛桑巴登的这个行动本身有什么问题，好吧？那首先这部法到底讲了什么？其实里面有一些东西当然用了一些很好的语言去描述，比如说反对民族歧视反对民族压迫，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促进各民族的交流、共同生活什么，这些都是 OK 的，对吧？都没有问题，表面上看都没有问题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其实这部法的核心的就这么几个字儿，就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在这部法里反复的出现那这个才是这个法律的核心。其实核心并不是说这些少数民族的权利，是吧？不是核心就是说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共同性，统一思想政治基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尤其是这个法的第2条直接规定，就是说民族工作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所以我们传统的概念中觉得一个法律，对吧？你应该以个人的权利为中心，尤其这种反歧视法。但这个不是
其实这个法是一部以这个党国认同为中心的一个民族治理法，这才是它的核心啊。那么，你比如说它第6条是吧，说要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它又规定说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那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到底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呢？对吧？那谁有权去定义什么叫团结？是不是？那你比如说，我们主张西藏人你应该有他自己的独立的民族身份，这算破坏团结吗？那我们要求这个要保障这个藏语的教育，算不算呢？那如果你中共的民族政策有一些政策是有问题的，我们批评这个政策，算破坏民族团结吗？对吧？那我们知道西藏的历史是很复杂的，中共有中共的官方版本，那你就不允许其他版本存在吗？我们如果讲其他的版本，也算破坏团结吗？包括这个雪山狮子旗，这算吗？所以这个法律并没有给出一个就是很清晰、狭窄，并且可预见的一个关于什么是团结和破坏团结的定义，对吧？因为法律你应该是清晰的，但是它就在第58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你就可以被制止，被责令改正、行政处罚。那你如果涉及什么治安或犯罪的，还可以追究治安和刑事责任。那这就问题就来了吧？大家能看到这个本质问题吧？就是国家啊，这个政党一样的这个党国，它垄断了民族团结这4个字的定义，它给垄断了，用这么一部法就给垄断了。接着呢，再用这个法，它设立了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一个罪错的概念，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装在这个框里，你都是犯了这个罪了啊，然后它就可以处罚所有不接受官方民族叙事的人。所以反对民族仇恨本来应该是保护少数群体的，对吧？但是在这部法里呢，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中华民族形象，它混进了同一个体系里，对吧？所以可能很多东西本来应该是少数民族的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自己的一些历史叙事和文化保护，它都可以放到这儿说你是反对团结破坏团结。那这部法的第15条明确写到说，国家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表面上说的很好听，是不是？但是在此之前，它又规定了什么呢？它规定说，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校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教学与用语推动学前儿童学习普通话。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然后公共场合同时使用普通话和少数民族文字的时候，必须在位置顺序上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那有矛盾，对不对？它这个结构非常典型就是你最后一句说我们要保障少数民族语言，这是一句漂亮话，但是你在之前我刚才念的这几句话已经决定了哪一种语言才是教育、行政、公共空间的一个主体，对吧？所以这个法当然它没有说我禁止藏语禁止什么维吾尔语什么这些没有，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已经把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通过这个法律已经降级了，降成了一种就是需要被这个国家去约束整理展示的只是一种文化资源而已，对吧？所以它就不能够和真正的这个所谓普通话拥有平等的地位，没有这个其实才是这些藏人维吾尔人包括蒙古人最担心的地方，就一个他们自己的语言，虽然没有法律说我现在就宣布你这个语言是非法的，但是已经通过其他的法律把你这个语言逐步的移出幼儿园、学校公务系统、媒体，包括你可以的个人的上升通道，这些都移除出去，所以2、3代之内，这个语言就会失去一个真正的社会生命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还有教育问题从幼儿园到大学，就是国家在统一的去重新书写一种所谓的民族身份是什么。你比如第16条到第18条，就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这几个字贯穿
会贯穿整个一个人的受教育的全过程。那你学校使用的这个国家统编教材是吧？教材里必须落实这个共同体意识，建立中国自主的这个历史材料话语体系，然后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共同体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中。你比如第17条说建设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我们用白话来说就是说民族历史它不只是由国家教授，而是由国家决定，就是说什么历史可以被视为知识，那其他就得删掉了什么概念可以被使用，什么结论才是合法结论，那就其他的结论是非法的。就是说答案不再多元了那你对于西藏而言，其实很多东西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必须永远存在下去，对吧？你比如说西藏在历史上跟中国这些历代的王朝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不是一直属于中国的，对不对？这个要讨论的。那你比如1950年代的时候，你中共对于西藏，你究竟是所谓你的和平解放，还是一种真正的本质上是一个军事占领呢？17条协议的合法性是什么？对不对？达赖喇嘛的他的政治与宗教地位，这些都要去讨论的。你西藏人你有没有民族自决权呢？还是说现在就已经被收编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地方族群呢？那这些事情原本是应该有社会公共讨论，然后去争议，然后有一些民族自觉，大家去慢慢的去建立一些共识的。但是你看中共的做法是，他用这个法律先指定了一个标准答案给所有的人，就你们必须接受，我强行，因为我有军队我有警察，我强行的就通过这么一个法律，反正也没有民主，你们也没法投票决定，对吧？我强行的树立这么一个法律，让你接受这么一个答案，接着呢，再去用这个法律去推，要求学校科研机构、教材、媒体，你共同的一起去努力去证明这个答案。这个逻辑大家能听明白，特别奇怪，对吧？还有呢，就是说包括家庭，就是你父母怎么向孩子去解释你的民族身份，这也都被纳入到国家管制之中去了。你比如第20条，20条要求父母和监护人教育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就你必须热爱中国共产党，必须你作为一个公民，你必须热爱一个党，这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对吧？然后要求你热爱祖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树立中华民族的一家亲的观念，不得向未成年人灌输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观念。这就不只是学校教育了，是吧？这等于是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是一种政治忠诚，他把这个东西带入到家庭里去了。那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一个藏人的父母给孩子讲，那说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事实吧？这是史实吧？这个东西不能讲，这个话不能讲，就你不能讲这个真话给自己的孩子。这个雪山狮子旗是存在的，对不对？这个东西不能够给孩子讲，真实存在的东西不能够讲。所以在中共的这些政治语境里，就全都视为不利于民族团结。原来是观念，现在是法律，就你违法了。所以这国家就是这个党国，不只是管孩子，你就在学校学什么，连父母你要把什么东西，你的这些族群的记忆怎么传给孩子，这些都要管。还有宗教，是吧？你没有去保障一个宗教的自由，而是要求什么？宗教服从国家民族工程，这是一个国家民族工程。你比如第46条规定就是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场所必须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宗教中国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宗教人士和信众弘扬爱国主义，这些东西写入法律的。那你对藏传佛教来说，这就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了，因为你知道在西藏的这些民族身份、宗教传统、寺院的教育和这个比如达赖喇嘛制度，这一切都是紧密相连的。
那你国家要求宗教必须中国化，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就是你宗教的对于这个世间万物的解释啊，你就不能挑战这个国家的一个官方的历史叙事，你宗教领袖也不能脱离中共的政治管理。寺院的教育必须要有爱国主义教育啊，然后宗教认同你不能有自己独立的认同，你必须首先去对这个党国忠诚。那我们就知道达赖喇嘛转世，这个未来这些年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对吧？这个问题就可能变成一个特别尖锐的冲突点之一。接着还有媒体跟互联网的问题。你比如说第19条要求啊，新闻媒体出版单位和网络服务商必须要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那第31条啊，进一步要求网络平台，就是你要管理用户发布的信息，一旦发现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内容，立即停止传输，删除内容，防止扩散，保存记录，然后向主管部门报告。那这些表面上啊，这些条文针对的是民族仇恨啊，民族歧视，好像要管这些东西，但其实呢，它使用的是一个特别广泛的，就所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这个概念。其实这就有一个本质问题。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2篇文章，一篇呢是反对仇恨少数民族的文章，是吧？然后一篇呢是主张西藏独立的文章。这个在自由民主制度里，这2篇文章是完全不同的言论，但是在这部法律里就全都算是破坏团结的去管理。所以你可以认为这个法律不只是一个民族政策法啊，它还是一个媒体责任法、平台审查法、意识形态宣传法，就全都囊括在里面。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它要求中国啊，那个社会的每个角落啊，都要执行这一套民族工程。这个是这个法，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它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地方，就是我们讲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这个事情由谁来干？那可不只是共产党在干这个事情，而是他通过这个法把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责任啊，这个工程，这个民族工程，分配给了中国那个社会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你可以自己去想，政府机关啊、学校、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然后企业，还有一些行业协会、基金会、作家协会啊、宗教团体，包括一些村委会、居委会、军队，甚至每一个家庭、父母，你都有责任，对吧？你不这么做，你就违法。你强迫所有的人都要参与这个民族工程，对不对？你企业还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企业文化，还要培训社会组织什么，包括一个村民什么的相约都要写这个东西。这等于是把全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执行民族认同改造的这么一个基层网络，这就跟一般的所谓的反歧视法是完全不同的，对吧？因为一般的反歧视法它是限制权利的，政府和企业你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族群身份而侵害他的权利，但是这部法就不是，它等于是用这个法反过来，它侵害了每一个人的权利，就是他要求你强制你必须参与到这个国家所定义的这个共同民族身份的这个建设工程之中去。他在里面这个法里说啊，说这个比如第3章大量的用了一些什么交往、交流、交融啊、互嵌式社区、共居、共学、和谐融居，就这些词儿，要求地方政府啊在城市规划、人口管理、住房、就业、教育等等方面都要促进民族融合。你单独看这些文字，你觉得那没有问题啊，我们促进大家共同和谐生活嘛，有什么问题啊？但不是，你要看到融合啊，我们这个词儿原本的意思是双向的，对不对？平等交流的。但是其实呢，在这个法里是什么？它只是要求少数民族你要逐步的融入到以这个普通话、党国的历史叙事以及汉民族文化这一切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国家身份，强迫你融入进来，不是双向的去交流的。你想想这一方啊，以汉民族为主体，这个中共这个党国
他掌握了所有东西，包括教材、行政、语言、媒体啊，包括宗教任命和这些刑法，他全掌握这些权利、定义权。那我们想想，这种不平等的权利差，所谓的融合这两个字，是平等的文化交换吗？不是的，对不对？你法律第40条把这些什么婚丧嫁娶、风俗习俗，全都纳入到这个叫移风易俗和文明进步新风向的这种治理。那你这个等于就是说，强制的你就可以让这个国家的行政直接介入到民族宗教以及这个传统生活里，全面的介入，全面的干涉。那现在我们来说说啊，就是很多海外的华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境外追责这个法律啊，这也是大家讨论比较热的一个点啊。因为比如说就是这第63条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那这个法律同时在第10条的时候，反对境外力量以民族、宗教、人权等理由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污蔑、抹黑啊，这个什么打压、渗透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好，那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海外的这些什么藏人独立组织啊、维吾尔人权组织啊、什么南蒙古这些运动啊，包括一些这个是跟台湾独立有关的一些组织，是吧？还有一些外国的研究者、媒体、非政府组织。你中国你自己弄这么一个法，中共弄这么一个法，你都可以自己去定义，说你们这些组织都是破坏我们这个民族团结。人家可能只是研究，人家可能只是批评你的一些政策啊，当然他们认为自己有可以去对他们进行追责。所以中国司法部这些官员，对吧？就在法律生效前也明确主张啊，中国有权依法处理境外人员。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啊、欧盟啊，包括一些地方，都是对这条法律的这种所谓跨国镇压的风险表示出了一个关切啊。其实这个东西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很多的外国机构其实会因为害怕失去中国市场而进行一个自我审查，涉及到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等等这些人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过去那么敢去发声了。因为害怕被中国列入这个黑名单啊、制裁名单啊，然后他们自己经济受损啊，甚至一些直接的跨国镇压的这种风险。这个实际上是中共想要造成的一种全球的寒蝉效应，对吧？那这个法跟反分裂国家法和这个香港国安法是有共同逻辑的，就是什么逻辑呢？就是它的立法方式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第一，先提出一个没有人会公开反对的价值。你说一些很漂亮的话，什么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反恐、爱国，这些东西你很难去反对，因为这些词儿都是对的，对吧？他先提出来，说我们的目的树立这个法是为了国家安全啊，是为了民族团结，是为了反恐，为了爱国，那你不好说什么。他这个目标是对的，对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怎么做呢？他然后用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来定义你怎么样叫违法，就他这个法律设置的非常宽泛，你什么东西他都可以装在这个框里说你违法。他们中共立法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然后第三步他就把这个党的政治目标变成这个法律的义务，等于完全的概念偷换啊。好，第四步就要求全社会，什么学校、媒体、企业、平台、家庭，全社会都共同执行这个法。好，第五步最后加入到这些刑事啊、行政啊，包括境外的追责，就一个恶法就是这么诞生的。所以表面上看呢，你读这些法律条文，你觉得啊，对啊，反对歧视啊，共同民族共同发展啊，对吧？但这都是包装啊，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策的一种国家的刑法化的这么一个去做。所以我觉得讲了这么多这个法的问题，我们就能理解啊，就是这位自焚的藏人啊，洛桑巴登他可能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从他的这个遗言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关切的问题，比如说要保存藏人的语言和文化呀，
西藏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然后他号召去各个地区的西藏人要团结起来啊，海外的藏人你要持续发声啊，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跟这个法律里的内容完全相对应的，对不对？因为你保存藏人的语言的那个法律里是普通话优先的，一点点的去同化你这个藏语的，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个西藏人曾经是有这个国家的，这个史官啊也都被改造。那尤其他呼吁海外的藏人，你要持续的发声，不要因为说我生活在自由的美国，我就忘记了在西藏的这些所谓同胞，是吧？然后你要继续的发声。但是这个法律里，刚才我们讲了，对吧？你现在继续发声，那就有可能会被北京当局去追责。你这个境外组织个人啊，你破坏了我们这个什么民族团结，我就去给你定罪，去跨国镇压你。所以这些东西，他的遗言和这个就是他去世之前一天这个实施的法律里的条文，其实是完全能对应上的。那么也就呼应了很多人现在都揣测，那他的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为了，以一个自身的死亡啊，去对抗这部法律，是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法律是在告诉这些藏人啊，就是你其实过去已经发生了，其实这些事情过去一直在发生，就是语言的边缘化，对吧？宗教的中国化，包括你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的这些改造，原来可能更像是一种临时的政策，但是现在就是一个长期的全国制度化的这么一个法律了。怎么说呢？我觉得7月1日这个法律实施啊，对吧？等于是北京当局啊，中共是用法律来宣布啊，民族必须如何的去形成一个共同体，对吧？这是这种政治象征。但是接着第2天，这名藏人他等于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宣告，他不接受中共来定义他到底是谁。那我觉得我们当然完全理解。完全理解，这位已经去世的藏人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觉得，不能够支持啊，我不能够支持，我觉得这块必须要说清楚，就是我们完全支持西藏人的自觉，以及他的各种权利、他的自由，我们也完全谴责这部法律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他的这个自焚去浪漫化去处理。对吧？我们当然理解他为什么绝望，对吧？也尊重说他用这种方式希望世界能够看见西藏人的这种决心和意志，但是我们不能鼓励说有更多的藏人以死亡来证明自己的民族存在，这是反的。我们不去讲那些佛教对于人你要珍惜生命的这些约束、这些信仰，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对吧？那你一个民族，我们从不讲佛教，就以藏族这么一个民族来说，你一个民族，你需要的是活着的人，对吧？活着的语言，活着的这个记忆，以及你活着去持续进行政治行动。我说的更极端一点，哪怕你要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或者暴力的表达方式的话，你有很多选择，对吧？你可以去西藏进行活动，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伤害自己的生命，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我们也看到藏人行政中央，对吧？在悼念这位藏人的时候，也在公开呼吁啊，就呼吁藏人要珍惜生命，不要延续自焚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对吧？所以我觉得最后讲这部法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其实啊。他在法律上并没有保护这个多民族的中国，没有。他其实在做的事儿，只是在法律上重新制造一个只有一种合法政治身份的所谓中华民族啊。那，我觉得，关于这部法其实也没什么过多可说的。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海外的华人，还是在墙内的中国人啊，其实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你活在中国，甚至你已经离开中国了，你还是无法避免，你一定会违反中共制定的这些法律，无论是哪一条，就你不可能，因为
按理说，一个文明国家的人啊，你只要好好的去生活，你可以不触犯任何的法律，对吧？这是就所谓人啊，我们活得干干净净的一个追求。但是你身为一个中国人，你会发现其实你没有办法不违法，因为法律制定不合理，所以你就只能违法。你活着你就是违法，你只要讲话你就违法。那怎么办呢？你只能是希望这个党国开恩啊，就是你违法了，但是他不处罚你。这就是很恶心、很奇怪的一个逻辑。所以，有很多观众给我留言，就让我讲这个法，我拖了几天啊。当然也是因为在之前在度假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法有什么可讲的呢？我可以像今天这样节目把它都掰开揉碎解构一下。但其实我觉得这么一部恶法啊，中共的这些恶法，表面上都是用一些很漂亮的语言，但实际上就是造成很大的、很恶劣的影响的这么一部恶法，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开它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想用今天来讲一讲这位藏人的自焚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当然完全反对中共对于藏人或者对于维吾尔人的这些压迫啊，这个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节目了。但是，反对这些压迫，不代表说我们要肯定他的这个自焚行为，对吧？因为你从佛教的伦理上来说是不可以的，是不是？杀生，包括你自己的生命啊，这都是不可以的。而且这个过程中还涉及到极端的痛苦、绝望啊，包括你对于死亡的是一个主动选择，这些不符合佛教的信仰啊。当然了，就是理解吧，理解他的这些的绝望啊，我觉得这个绝望就是长期的抗争，然后国际社会的这种对于中共的纵容以及毫无作为啊。实际上他在联合国前面自焚，我觉得这个行为，怎么说呢？有什么用呢？联合国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废柴组织，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的。你真的想要民族自觉，你想要争取自己的一个国家独立或者一些权利的话，你就去抗争。那你当然你现在自焚，这个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抗争，是吧？那你为什么不能对外呢？你就去抗争去好了。你把你的一个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腐败的联合国身上，你不觉得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吗？你怎么能够寄希望于联合国呢？有什么用呢？你自焚了，全世界看到了，过2天这个热度就没了，新闻就没了，但是你已经死了。你的同胞关心藏族人的人会永远记得你，但是记得你的这份勇气，但你的生命去哪里了呢？你生命的能量，或者藏族人讲转世啊，你这一世带着你过去的业，这些能量带过来，你有这些正向的追求，你这些能量，你就去建国呀，对不对？你就回去西藏去活动啊。你的敌人是中共，你就应该把枪口对准他呀。你去焚烧他，你为什么要焚烧你自己呢？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去歌颂、模仿或者去褒奖的这么一种所谓的英雄行为，不能够这么去包装它。不能，我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指责啊，我只是说后续的海外华语世界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包括这些藏人的组织，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去把他的这个死、这个自焚去浪漫化，不要去包装成一种特别纯洁的，好像是一种牺牲什么的。不要，我们没有批评他这个选择，但是我觉得后续也不要去夸大这个事情，因为，就是他是一个很绝望的人，他想到的只有用这么一种方式才能让世界听见他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对吧？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不能够把他的这个死亡去浪漫化。我不知道还应该说些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凑巧啊！我就本来是要讲这部法律的，做这么一期节目啊，拖了这2天，结果又出现了这个
这个藏人自焚的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沉默就算去替他默哀吧啊，这个生命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共啊，你用这么一部法律去定义团结，你这个东西是没有这样的团结啊。人们的团结是一种主动的啊，心甘情愿的啊，是享有各种表达自由的。我可以有我认知上的自由，对吧？我可以认为西藏属于中国，我也可以认为西藏不属于中国。我可以去有我对于西藏历史的一个认知啊，我可以去自由的表达，而不被你这么一部恶法去约束啊，甚至可能都已经不在中国境内生活的海外的藏人，然后北京当局还说他有权利去追责。你这个你要来的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吗？你这只是压迫啊，没有自由。我想可能这就是洛桑巴登想用他的死去告诉全世界的啊。当然他其实没必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又语塞了啊，我不知道说什么，就是做这期节目，其实内心很矛盾的，想把这部恶法都拆解给大家说清楚。也想告诉大家，就是有一些海外华人有点害怕，是吧？觉得好像那你像我们挂这个旗，那我违法了，是不是？我说这些内容，我也破坏民族团结了，是不是？不用害怕，因为你活着，你活着啊，你是一个有良知的正常的人啊，你活着，你说话，你就一定会触犯中共的各种法律，因为他是变态，他是不正常的，他那些法律是不对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其次呢，我也有点，为什么做这个节目？我也有点看不惯，就是海外华语世界所谓这个反共圈这些天啊，又开始就是把这位藏人的死啊，去浪漫化啊，怎么样去消费他？我觉得纪念他吧，啊，就是你理解他，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不能够去推崇他这个做法。要把这个里面的利害关系讲清楚。我觉得藏人也好，维吾尔人，包括这个汉人，对吧？你要反抗中共，你要想把民主自由带到中国去，不要用极端的方法啊。所谓极端的方法，也不只是说自焚什么才是极端的方法。你包括你去支持像郭文贵、像法轮功这样的组织、个人，对吧？你用这种，这也算用极端的方法，对吧？你觉得啊，以恶制恶，或者只要能反抗中共啊，我这边无所不用其极也没关系，不择手段也没关系，这都是不可以的，这都是极端的方法。我的观点还是这样，我们不能提倡这样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本质的，我们反共是为了什么？你说要把民主自由带到中国是为了什么？我们在这里发声是为了什么？无论是为了藏人，为了维吾尔人，为了汉人，你为了那片土地能够变好，你是为了那个美好去做这些事情的，那你就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用一种不美好的方式去做它。好吧，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感谢收看、订阅、分享。